曾经风光无限的关羽雕像，如今却被人随意扔在路边。而武圣庙内供奉的战神，也被西方的阿瑞斯取而代之。作为穿越者的你，自然明白，这个世界的东方神明早已被世人遗忘，甚至神明觉醒仪式上，所有高中生都选择西方神明信仰。可你却直接来到布满灰尘的关羽神像前，双手合十，晚辈拜见关圣帝君。晚辈想问，为何我大夏子民只能跪拜阳神？就在你觉得神像不会回应时，关羽神像睁开双眼，声如洪钟。637年了，终于有人再次踏进这道门。听见关羽回应，你心头巨震，俯身叩首，请帝君解惑。关羽的神念虚影从神像中浮现，他望着你，长叹一声，非吾等不愿显圣，实乃香火尽绝，神格降雨。600年前，华夏朝代交替时，是吾等力量最空虚薄弱之际，西方神系降临突袭，以雷霆手段镇压吾等，所有信徒被屠戮，神庙被摧毁，香火被截断，吾等力战而败，神格破碎，只得遁入虚空，苟延残喘。这些年，偶尔有误入此地的后人，但他们最终都选择了西方神系。关羽的声音里透着无尽的落寞。你是637年来第一个跪在我面前的大夏子民。你抬起头，眼眶发热，你能想象那场战争的惨烈。东方神系孤军奋战，面对3大神系的围攻，最终败亡。而大夏的后人早已被洗脑，跪拜在阳神脚下，将先祖的信仰视为愚昧。帝君，你深吸一口气，若我为您点燃香火，您能否再度显圣？关羽沉默良久，他缓缓摇头。吾之神格已濒临破碎，仅存的这点神念，连维持这尊神像都勉强。除非什么？除非有海量香火供养，或有大气运者以自身为媒介，重续信仰。你懂了。当即站起身，咬破手指，以血为香，以自身精血为引，以灵魂为气，强行与神明建立连接，代价是折寿，但你并不在乎。今日我便以我血燃第一炷香，以我魂续第一缕信仰。关圣帝君在上，请受晚辈一拜。关羽残破的神像发出光芒，整座大殿开始震颤，灰尘簌簌落下，蛛网寸寸断裂。关羽的神念虚影剧烈波动，那双丹凤眼中燃起了久违的火焰。好，连到3声好。637年了，终于等到你这样的后人。既如此，吾便以这残存神格赐你一场造化。神像手中的断刀突然亮起青光，那青光如龙盘旋而上，最后化作一道刀意，没入陈凡眉心。脑海中传来东方神谱系统的提示音，大量信息涌入脑海。你闭上眼睛，感受着眉心那道刀意，凛冽霸道，忠义千秋，那是关羽征战一生的武道精髓，哪怕只是出街，也足以斩妖除魔。晚辈谢帝君赐福。你当即再次叩首。关羽的神念虚影开始变得模糊，吾之神力仅能支撑至此，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记住，香火是神明的命脉，你要为我东方神系重燃香火，再聚信徒。7日之内，若香火断绝，你我之间的连接便会中断，吾将彻底消散，莫让吾等太久。话音落下，虚影消散，大殿恢复寂静。你缓缓起身，对着神像深深一揖，转身走出大殿。负责的考核的神官见你从残破的大殿走出，冲上前抓住你的肩膀。你共鸣到了哪位神明？神恩值多少？快说！你看着神官，缓缓吐出4个字：武圣关羽。武圣关羽。神官愣住，台下众人也面面相觑。关羽是谁？没听说过啊？是哪个小神系的神明吗？只有李老师突然浑身一震，他猛地抬头，声音发颤：关羽，难道是东方神系的那位？武圣关公，东方神系4个字一出，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王浩大笑出声。东方神系，陈凡，你脑子真的坏掉了吧？共鸣谁不好？共鸣一个早就死透的东方神。其他人也反应过来，哄笑声此起彼伏。我还以为他真走了狗屎运，共鸣到什么隐藏神明呢？结果是东方神系，哈哈哈哈！那还不如共鸣失败呢，至少不丢人。东方神系，那不是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吗？笑死我了，这废物果然还是废物，连共鸣都只能共鸣到垃圾神系。嘲讽声像潮水一样涌来。主席台上那位金发神官也露出鄙夷的表情。东方神系果然是废物配废物。他转身对工作人员说：记录陈凡，共鸣东方神系关羽。神恩值，算了，东方神系没有神恩体系，记录为无效，按规矩他还是得流放。四周的嘲笑声更大了，流放，赶紧流放，跟这种废物在一个学校，我都觉得丢人。王浩叫得最响，恨不得亲自上来把陈凡押走。李老师却在这时猛地冲上台，等等，他挡在你身前，对着金发神官大声说道：全球觉醒公约规定，万神殿共鸣测试中，只要与任意一位登记神明建立连接，无论神系归属，都视为通过觉醒测试，享有合法公民权。金发神官眉头一皱，李老师继续背诵条文，该条款于新历57年修订，由神权同盟12席全票通过，至今有效。金发神官脸色阴沉，但他很快就冷笑起来，就算有共鸣又怎么样？东方神系早就被除名了，现在它只存在于历史教科书里，属于已消亡神系。他看向你，眼神充满嘲讽：小子，你共鸣到的是个死透的神，这种神就算回应了你，也给不了你任何东西，没有神恩体系支持，你连最基础的神术都学不了。神术学院的教材、修炼法门、资源配给，全都是以3大神系的神恩体系为基础设计的，你拿什么修炼？拿头吗？台下一片哄笑，王浩更是捂着肚子，笑死我了，搞了半天共鸣了个僵尸神。陈凡，你这是要当赶尸人啊？你看着金发神官，平静地问：所以按照您的说法，东方神系不算神？当然不算。金发神官理所当然地说：已消亡的就是历史文物。你一字一句开口，根据规定，任何与万神殿神明建立共鸣的测试者，无论该神明所属神系状态如何，都自动获得预备神眷者资格。这条您难道忘了？金发神官的表情彻底黑了，他没想到你一个福利院出身的穷学生，竟然这么熟悉这些条款。他咬了咬牙，如果神权同盟的条约都可以随便作废，你盯着他继续说道：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所谓的全球觉醒公约，也只是你们用来骗人的把戏？这话太重了，重到金发神官都不敢接。神恩觉醒仪式可是全程记录的，要是真闹出神权同盟官员公然违
反公约的丑闻。他这个小小的监察使绝对吃不了兜着走。气氛僵住了。就在这时，一个轻柔的声音响起：“安德森大人。”白羽蒙走上台，对金发神官微微躬身。他今天穿的是圣光教堂的预备信徒白袍，胸口别着银质十字架，整个人散发着柔和的光晕。金发神官看到他，脸色稍缓：“白同学，有什么事？”“陈凡是我邻居。”白羽蒙轻声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虽然出身不好，但一直很努力。这次他能共鸣成功，不管共鸣的是哪位神明，终究是得到了神明的回应。按照公约，确实不该被流放。”他抬起头，漂亮的眼睛里带着恳求：“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就算不能进神术学院，至少让他在普通学校读完书，将来也能找个普通工作。美人求情总是有点用的，更何况白羽蒙是今天蓝城觉醒仪式上最亮眼的天才 ，S 级天赋，90点神恩值，已经被圣光神学院提前锁定，他的面子，金发神官得给。”金发神官冷哼一声：“借坡下驴，既然白同学开口，我就破了一次。”他转头看向你，眼神冰冷：“按条例，你获得预备神眷者资格，免于流放。但是东方神系没有神恩体系，学校不会为你提供任何修炼资源。神术学院的课程你也听不懂，学不了，你好自为之。”说完，他拂袖而去。仪式继续，但所有人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台上了，居然让他混过去了。王浩啐了一口，很不爽。他身边几个狗腿子跟着附和：“浩哥别气，他也就是苟延残喘，就是没有神恩体系，他拿什么修炼？等半年后的神考，还不是要被刷下去？到时候照样滚蛋。”你没有理会他们，在李老师的搀扶下走下台，找了个角落坐下。“你怎么样？”李老师担心地问。“方才你从万神殿出来，眉心好像有道若隐若现的青色刀痕。”“没事。”你摇摇头，你只是觉得浑身发热，眉心处的刀意蠢蠢欲动，仿佛随时要破体而出，只想赶紧找个地方把这股力量消化掉。陈凡，白羽蒙走了过来，他看着你，眼神复杂。“以后有什么打算？”“不知道。”陈凡实话实说。“要不……”白羽蒙犹豫了一下，“我跟圣光教堂的神父说说，让你去教堂做杂工，虽然不能修炼，但至少有口饭吃。”你笑了，不是感动的笑，是觉得好笑。“谢谢。”“不用了。”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我自己的路，自己走。”白羽蒙咬了咬嘴唇，还想说什么，但你已经转身离开了。李老师看着白羽蒙失落的背影，叹了口气：“其实白同学人不错，就是选择了圣光。”陈凡接过话：“人各有志。”李老师不用多说。陈凡没回宿舍，他出了学校，直奔老城区。按照脑海中的神眼时针感应，蓝城还有10几处东方神系的残留香火点，他得找个安静的地方研究一下刚获得的青龙偃月刀意以及那个香火系统。刚走到半路，手机响了，是班级群的消息。李老师@全体成员，紧急通知，学校接到神事委员会文件，为备战3天后的全市高中神眷者团体赛，明天上午8点，全体通过觉醒测试的同学统一前往城西的奥林匹斯训练场进行适应性训练。团体赛规则：5人1队，自由组队，比赛成绩计入神考加分，前5名的队伍保送神术学院。注意，团体赛开赛前1天还没有找到团队的人将宣布取消资格。这次比赛关系到后续升学，非常重要，请大家务必重视。群里瞬间炸了，所有人都在相互寻求队伍。陈凡扫了一眼，没说话，他知道不会有人阻他的。东方神系没有神恩体系，连最基础的神术都用不了，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累赘。果然，群里热闹了半天，没人@他，倒是王浩跳了出来：“我们队已经组好了，1级72点，张强 B 级61点，李娜 B 级62点，赵坤 C 级50点，还有白羽蒙同学 S 级90点。卧槽，浩哥牛逼，这阵容直接预定冠军了吧？白校花居然跟浩哥组队了，羡慕。”白羽蒙发了个微笑的表情，没说话。陈凡关掉手机，继续往前走。10分钟后，他来到了老城区春风街，这是一条破败的老街，两边都是待拆迁的平房，墙上画满了拆字。街尾28号，一座门匾都掉了一半的小庙。陈凡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走了进去。庙很小，不到30平米，正中央的神台上供着一尊关公像，不是虚拟空间里那种10米高的巨像，而是普通泥塑，只有半人高，彩漆剥落了大半，青龙偃月刀断了一截，连神台都裂了几条缝。但陈凡的神眼能看见，这尊泥像里有一丝微弱的青光，和虚拟空间中那道刀意同源同宗，就是这里了。陈凡关上门，在神像前盘膝坐下，他闭上眼睛，意识沉入脑海。香火系统当前状态：激活，绑定神明5圣，关羽苏醒度0%，香火存量1柱，您个人供奉，信徒数量依您自己。神职：东方神系守卫人间行走。临时任务：维持香火7日不断绝。剩余时间6天23小时47分，失败惩罚神职解除，与关羽连接中断。很简单，也很残酷。7天，他必须让香火持续燃烧，否则关羽最后这点神念就会彻底消散。香火，陈凡睁开眼，看着眼前的关公像，没有香，没有烛，连个贡品都没有。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5块钱，这是他这个月最后的生活费。出门，在街口小卖部买了3根最便宜的线香，1包火柴，回到庙里点燃香，插在神台前的香炉里，烟雾袅袅升起。陈凡跪在神像前，恭敬的3叩首，关圣帝君在上，晚辈陈凡今日在此立誓，必为我东方神系重燃香火，再聚信徒。7日之内香火不绝，7日之后信徒必增。话音落下，脑海中系统提示跳出，检测到香火供奉，香火存量1.001柱，持续增加中，任务倒计时重置。7天成了，虽然只增加了0.001柱，但至少香火续上了。陈凡松了口气，接着他开始研究那道青龙偃月刀意，意识沉入眉心，能看见一道青色的刀影悬浮在石海中央，刀影很淡，却散发着凛冽的杀气。陈凡尝试着去触碰，轰，大量信息涌入脑海，那不是文字，不是图像，而是一种感悟，关于刀的理解，关于势的运用，关于忠义之道，关于一生征战的武道精
精髓，哪怕只是初阶的1/1000，也足以让陈凡受用无穷。原来这就是东方神系的修炼方式。陈凡睁开眼睛，若有所悟，西方神系靠的是神恩值，神恩值越高，与神明的亲和度越高，能借用的神力越多，释放的神术越强，整个过程是借用。而东方神系靠的是感悟，神明赐予的不是神力，而是道。你悟了，力量就是你的；你没悟，给你再多也用不了。怪不得说没有神恩体系。陈凡喃喃自语，根本就是2条不同的路。他站起身，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按照刀意中的感悟挥出一刀，很慢，很笨拙，但木棍划过的轨迹却带着一丝凛冽的寒意。庙里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几度，还不够。陈凡继续练，1刀、2刀、3刀，没有花哨的招式，就是最基础的劈、砍、撩、扫，但每一刀他都试图去感悟那股刀意。时间一点点过去，汗水湿透了衣服，手臂酸得抬不起来。但陈凡没停，他知道自己没时间了。明天要去奥林匹斯训练场，那里全是西方神系的觉醒者，他一个东方神系的独苗，去了就是异类。如果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别说发展信徒，能不能活过7天都是问题。一直练到天黑，陈凡终于停了下来。他握着木棍，对着虚空缓缓挥出最后一刀。这一次，木棍尖端出现了一道淡淡的青光，虽然只有1寸长，一闪即逝，但庙里的关公像那双石雕的眼睛似乎微微亮了一下。青龙偃月刀意熟练度提升，当前掌握初阶1%，系统提示适时跳出。陈凡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累但值得，至少他现在有一战之力了。就在这时，手机又响了，是李老师的私聊。陈凡看到群消息了吧？明天训练场有队伍吗？陈凡回了个没有。李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发来一条：我刚才跟其他班的老师打听了一下，这次团体赛学校很重视，前5名保送神术学院，前10名高考加50分。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队伍，按规矩确实会被取消资格。要不我去跟校长说说，看能不能给你特批一个单人参赛名额。陈凡笑了，单人参赛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他是被孤立的异类？不用了，李老师，他回道，我会自己想办法。可是放心，我有数。结束对话，陈凡看着手机屏幕，眼神平静。组队，他不会去求任何人。东方神系的复兴之路注定孤独，但孤独不代表软弱。明天训练场，他会用手中的刀告诉所有人，东方神系还没死透，至少他陈凡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他站起身，对着关公像再次一，然后吹灭香火，锁上庙门，消失在夜色中。庙里3根线香已经燃尽，但香炉里却有一缕青烟，久久不散。那青烟盘旋上升，最终没入关公像的眉心。泥塑的神像似乎多了几分生气。第二天一早，蓝城一中校门口停了10几辆大巴车，通过觉醒测试的学生总共300多人，全都穿着崭新的神术学院预备生制服，白色底，金色纹路，胸口绣着各自神系的徽记。奥林匹斯的是闪电，北欧的是战斧，圣光的是十字架，只有陈凡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人群里格格不入。哟，这不是我们的东方大神吗？王浩带着4个队友走过来，阴阳怪气，怎么还没找到队伍啊？他身边的张强、李那几人都笑了起来，白羽萌也在队伍里。他看着陈凡，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别过脸去。陈凡没理他们，径直上了最后一辆大巴，车上已经坐了大半，但看到他上来，附近几个座位的人立刻起身，换到别处去了，仿佛他身上有什么瘟疫。陈凡乐得清静，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车开动了，窗外风景倒退，城市的繁华逐渐被荒凉的郊区取代。半小时后，车队驶入了一片巨大的建筑群，高耸的罗马柱，巍峨的神殿式建筑，还有空中悬浮的雷电、火焰、圣光特效。这里就是奥林匹斯训练场，蓝城最大的神眷者训练基地。学生们鱼贯下车，在训练场前的广场上列队。广场很大，地面铺着整齐的青石板，正中央立着一尊3米高的宙斯雕像，雷霆权杖指向天空，雕像底座刻着一行烫金大字：神恩则被众生。陈凡站在队伍最末尾，看着那些兴奋的同学，没什么表情。他们即将进入的所谓训练场，本质上是一个被西方神系改造过的次元空间，那里原本是东方大地上自然形成的灵虚，天地灵气汇聚，妖鬼滋生的小世界。300年前，西方诸神降临后，将这些灵虚全部接管，改造成了训练场，里面关押着各种各样的妖鬼、恶魔，都是当年清洗东方神系信徒时从各地抓捕镇压的。如今，他们成了西方神系觉醒者的炼祭怪。所有人安静。一个穿着黑色神袍的中年男人走上刀台，胸前挂着奥林匹斯神系的闪电徽章。他是训练场的负责人，叫霍恩，西方人，在华生活了20多年，中文说得很流利。我是蓝城奥林匹斯训练场的总教官霍恩，欢迎各位来到觉醒者的第一站。他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你们都已经完成了神恩觉醒仪式，但觉醒只是开始。想要成为真正的觉醒者，你们需要在训练场中斩杀妖鬼，积累战斗经验，加深神术感应。当神术感应超过100%，你们就能获得神明的下一次赐福，正式晋升为1阶觉醒者。台下顿时响起嗡嗡的议论声。1阶觉醒者，我现在连神术都还没用过呢，听说觉醒者就能释放真正的神术，好期待啊！霍恩抬手示意安静。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还不了解神术体系，现在简单说一下。他挥手，空中浮现出几行金色文字：神术等级，普通神术，基础攻击、防御、治疗类，威力一般；高级神术，范围伤害持续增益类，威力显著提升；传奇神术，改变战局的大范围神术，威力恐怖；神话神术，传说中神明亲自使用的神术，凡人不可直视。神术的威力取决于你们的神恩值、天赋等级以及对神术的熟练度。神恩值越高，能借用的神力越多，神术威力越大。天赋等级决定了你们的上限。S 级天赋有可能学会传奇神术，F 级天赋连普通神术都够呛，熟练度需要实战积累，光在教堂里祈祷是没用的。霍恩扫视全场，所以训练场就是你们最好的实战场所，在里面斩杀妖鬼，不仅能加深神术感应，还能获得神恩值奖励，杀得越多，奖励越多，晋升越快。除了杀怪，还有其他晋升方式，比如积累香火、行善积德、
悟道突破等等，但那些对你们来说太遥远了。先老老实实杀怪，把基础打好。说完，他指向广场尽头的一扇巨大石门，石门高10米，通体漆黑，门框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门内是一片混沌的漩涡，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这就是训练场的入口。进去之后，你们会随机出现在外围区域，那里的怪物实力一般，一阶初期的水平，正好适合你们练手。每支队伍配发1枚求救符，遇到危险捏碎会被立即传送出来，但也别太依赖它。从捏碎到传送有3秒延迟，这3秒里足够强大的怪物把你们撕成碎片。霍恩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所以量力而行。现在各队按顺序进入，队伍开始移动。最先进入的几支队伍都是天赋等级较高、神恩值靠前的精英队，他们意气风发地走进石门，身影消失在漩涡中。王浩带着他的队伍排在第3位，经过陈凡身边时，他故意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哟，东方大神，你还真来了？怎么打算一个人进去送死？他身边的张强嗤笑，浩哥别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呗。李娜也撇嘴，一个没有神恩体系的废物，进去也是给怪物送财。白羽萌站在队伍里，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开口。王浩注意到他的表情，心里更不爽了。他一直很喜欢白羽萌，这姑娘长得漂亮，家世好，天赋高，是蓝城公认的天之娇女，但她的性子冷得像块冰，对谁都是一副疏离的态度，唯独对陈凡这个福利院出来的穷小子，他会多说几句话，会露出不一样的表情。王浩极度的发狂，他就不明白了，一个连神恩都没有的废物，凭什么让白羽萌另眼相看？走，我们进去。王浩收回目光，带着队伍走进石门。临走前，他回头看了陈凡一眼，眼神阴冷。今天他要让这个废物彻底消失。白羽萌经过陈凡身边时，脚步微微一顿，陈凡，小心点，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然后他快步走进石门，没有回头。陈凡面无表情，队伍一个个进入，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终于轮到陈凡了，他走向石门，却被一只手拦住了。拦住他的是一个穿着训练场制服的工作人员，30来岁，寸头，脸上带着明显的敌意。你不能进去。陈凡停下脚步，理由？寸头冷笑，训练场只对西方神系的觉醒者开放，你是东方神系的，不在准入名单里。谁说的？我说的。寸头暴毙，一副我就是不让你进你能怎样的表情。陈凡看着他，没说话。旁边几个还没进去的学生也围过来看热闹。这人谁啊？怎么一个人？东方神系那个废物，昨天测试神恩值为0的那个。卧槽，就是那个共鸣到死神的。哈哈哈哈，不是死神，是关什么来着？反正是个东方神，早死透了。他来训练场干嘛？找虐。笑声此起彼伏。陈凡没理他们，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个页面，递到寸头面前。全球觉醒公约规定，凡通过万神殿共鸣测试并获得神明回应的觉醒者，无论所属神系，均享有与3大神系觉醒者同等的公民权利。他念完，盯着寸头，你要我继续念吗？寸头的脸色变了，他当然知道这条全球觉醒公约是神权同盟自己制定的，每个神职人员都得背。但问题是，谁会把东方神系当回事啊？这些年，偶尔也有人共鸣到东方神系，但基本都是最低级的土地公、灶王爷之类的，神恩值不超过5，跟废物没区别。没人会真的拿公约条款来较真，可陈凡偏偏就较真了。你这人，寸头咬了咬牙，公约是公约，训练场有训练场的规定，规定比公约大。陈凡打断他，那我可以理解为训练场在公然违反神权同盟的最高法令。这话太重了。寸头额头冒汗，周围几个工作人员也面面相觑。训练场是神权同盟投资的，要是传出违反全球觉醒公约的丑闻，从上到下都得倒霉。让他进去。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霍恩走过来，看了陈凡一眼，眼神复杂。总教官，可是我说让他进去。霍恩的语气不容置疑，公约就是公约，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任何合法觉醒者。寸头不甘心的让开。陈凡收起手机，走向石门。小子，霍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陈凡停下脚步。训练场里的怪物对东方神系的觉醒者来说不会太友好，他们中的很多当年就是被西方神系从东方抓来的，他们会闻出你身上的气息，会比攻击其他人更疯狂。你确定要进去？陈凡回头看着霍恩，总教官是在关心我，还是在劝退我？霍恩沉默了2秒，摇头，随便你，我只是提醒你，出了事训练场不负责。我知道。陈凡转身走进石门，漩涡吞没了他的身影。霍恩看着石门，低声自语：东方神系，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寸头凑过来，压低声音：总教官，要不要派人盯着他？万一真出事了，出什么事？霍恩瞥他一眼，他自己要进去的，死了也是自找的。再说了，他看向石门，眼神冷漠，一个东方神系的废物，死了也就死了。寸头松了口气，脸上露出阴狠的笑，对，死了也就死了，反正没人会在意。穿过石门的一瞬间，陈凡感觉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撕扯，眼前先是一片漆黑，然后猛地亮起来。他站在一片荒芜的平原上，天空是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光线像是从4面8方渗透进来的，地面干裂，寸草不生，到处是破碎的石块和腐朽的枯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远处隐约能看见一些模糊的影子在游荡。陈凡深吸一口气，握住手里的木棍，他昨天在关帝庙里捡的那根没有趁手的兵器，只能凑合用了。他小心翼翼地向平原深处走去，走了不到5分钟，第一个怪物出现了，那是一只狼，不是狼，它的体型比普通狼大了1倍，浑身覆盖着黑色的鳞片，眼睛是血红色的，嘴里不断滴落粘稠的液体。最诡异的是，它的背上长着3根弯曲的骨刺，像旗杆一样竖着，神眼时针自动运转。陈凡眼前浮现出信息：伏骨狼，等级1阶初期，说明被西方神系镇压后，受虚空能量侵蚀变异而成的怪物，体内残存微量东方香火。微量东方香火，陈凡心头一跳，伏骨狼已经扑过来了，速度很快，利爪撕裂空气，带着腥风。陈凡侧身避开，木棍横扫，砸在狼头上，砰！伏骨狼被打得踉跄几步，但很快稳住身形，重新扑上来。他的鳞片很硬，普通攻击效果不大。陈凡深吸一口气，运转眉心的青龙偃月刀意，木棍尖端亮起一道淡淡的青光，很淡，但足够了。伏骨狼再次扑来，陈凡这次没有躲，迎
上去，木棍自上而下劈落，青光划出一道弧线，精准地斩在狼头上，咔嚓，鳞片碎裂，伏骨狼的头颅被劈开一道口子，黑色的血液喷溅，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挣扎了几下，轰然倒地，尸体开始冒烟，迅速分解成黑色的灰烬，随风飘散。灰烬中，一缕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白光飘起，在空中盘旋了一圈，然后没入陈凡眉心。脑海中系统提示跳出：斩杀伏骨狼，获得香火1缕，当前香火存量1.001柱加1缕，1000缕香火等于1柱香火。陈凡愣住了，1缕香火，他杀个怪物居然能获得香火，而且系统说的是香火，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立刻在意识中发问：这是怎么回事？系统冰冷的声音响起：西方神系300年前降临后，以雷霆手段镇压东方神系，截断了东方神系的所有香火通道，但这些香火是祭祀东方神明的，西方神明无法吸收利用，他们无法飘散到虚空中，只能游离于现实世界，最终被各种妖鬼怪物吸收。越强大的怪物体内积累的香火越多，那其他人杀怪也能获得香火吗？其他人斩杀怪物会将香火从怪物体内释放出来，但他们没有香火唯一天赋，释放的香火会继续游离飘荡，无法被供奉到任何神明那里。西方神系的香火通过西方神国的信仰网络直接吸收，不会出现在怪物体内。陈凡明白了，因为他有香火唯一天赋，祭祀产生的香火100%直达东方神系，无视西方神国拦截，所以只有他杀怪才能把那些游离的香火真正收集起来，变成可用的资源。对其他人来说，杀怪只是杀怪，对他而言，杀怪等于收集香火，等于给关圣帝君续命，等于给自己积累力量。陈凡眼睛亮了，这他喵的简直是开挂。他看着平原深处那些游荡的影子，嘴角微微上扬，看来今天得加班了。第一只伏骨狼只是个开始，陈凡继续深入，很快遇到了第2只、第3只，他毫不客气，全部斩杀，每杀1只就能获得1缕香火。1缕虽然少，但积少成多，而且杀怪的过程中，他对青龙偃月刀意的感悟也在加深。那只初阶刀意原本只有1%的掌握度，每斩杀1只怪物，掌握度就提升一点点。原来如此，陈凡一边挥棍一边体悟，刀意的本质是关于征战一生的武道精髓，它不是技巧，不是招式，而是一种势，一种有我无敌、一往无前的势。这种势只有在实战中才能真正领悟，光靠冥想是没用的，那就杀个痛快。陈凡加快了步伐，平原上的怪物种类不少，除了伏骨狼，还有伏骨熊、伏骨蛇、伏骨鸟，都是1阶初期的水平，对普通人来说很危险，但对觉醒了刀意的陈凡来说并不难对付。他越杀越顺手，木棍上的青光也越来越亮，从最初只有1寸长，慢慢变成了3寸、5寸，到后来木棍挥舞时，甚至会带起一阵轻微的呼啸声，那是刀意凝实到一定程度后自然产生的刀锋。斩杀伏骨狼，获得香火1缕；斩杀伏骨熊，获得香火2缕；斩杀伏骨蛇，获得香火1缕；斩杀伏骨鸟，获得香火1缕。提示不断跳出，香火存量也在蹭蹭上涨，0.02柱、0.05柱、0.1柱。2个小时过去，陈凡已经斩杀了将近50只怪物，香火存量达到了0.5柱。青龙偃月刀意掌握度初阶8%，这个进度不算快，但也不慢。关键是他发现了一个规律，越靠近平原深处，怪物的实力越强，体内积累的香火也越多。外围的伏骨狼只有1缕，再往里走，遇到的伏骨熊有2缕，伏骨蛇有3缕，最深处肯定有更强的怪物，体内香火更多。陈凡看向平原深处，那里有一片丘陵地带，地势起伏，灰雾更浓，隐约能感受到一股淡淡的威压。那里面的怪物至少是1阶中期甚至后期。陈凡犹豫了一下，他现在的实力对付1阶初期的怪物没问题，但1阶中期就难说了，更别说1阶后期。但回头看看自己积累的香火，1.05柱，距离维持7日香火不断绝的最低标准还差得远，他必须尽快积累更多香火。7天倒计时不会等他，去看看，打不过就跑。陈凡做了决定，握紧木棍向深处走去。与此同时，训练场外围区域的另一个方向，白羽蒙的队伍正在高效清怪，他的圣光神术威力惊人，每次抬手，掌心就会凝聚出一团圣洁的白光，化作光箭射出，精准命中怪物的要害。1阶初期的伏骨狼挨一发光箭就倒，连挣扎都省了。白羽蒙的神术感应太强了，张强在旁边感叹，这才多久，感觉他都快突破到1阶了。王浩看着白羽蒙的背影，眼神炙热，这女人真他喵的好看，长发飘飘，白衣如雪，释放神术时的姿态优雅的像天使。要是能把她追到手，浩哥你也别闲着。张强推了他一把，你的神术感应也不弱，多杀几只怪，争取今天突破。王浩回过神来，咧嘴一笑，行，看我的。他运转奥林匹斯神术，掌心凝聚出一团淡金色的雷电，这是宙斯神系的雷霆神术，攻击力在所有神术中排前列。王浩对准一只伏骨狼，甩出雷电，轰！伏骨狼被炸得浑身焦黑，惨叫着倒地。漂亮！张强拍手。王浩得意地看向白羽蒙，想得到他的认可，但白羽蒙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向下一只怪物。王浩的笑容僵在脸上，喵的！他在心里骂了一句，但脸上很快恢复如常。不急，慢慢来，只要陈凡那个废物消失了，白羽蒙迟早是他的。队伍继续推进，清怪效率很高，白羽蒙一个人就承担了超过1半的输出。王浩负责补刀和范围清理，其他人打辅助。2个小时下来，他们清理了近100只怪物。白羽蒙停下来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神术感应仪，上面显示着一行数字，神术感应67%。他微微皱眉，67%还不够，距离100%还差33个百分点。按这个速度，至少还要杀100多只怪物，太慢了。他抬起头看向平原深处，那里的灰雾更浓，威压更强，但怪物的等级也更高。杀了他们，神术感应长得肯定更快。我要去深处。白羽蒙突然开口，队伍安静了。王浩第一个反应过来，深处那里面的怪物可都是1阶中期起步的，甚至有1阶后期的。我知道。白羽蒙打断他，但外围的怪物太弱了，杀100只也长不了多少感应。想今天突破，
必须去深处。可是你们不想去，我可以自己走。白羽萌语气平淡，但不容置疑，组队规则是自愿的，我不勉强任何人。王浩脸色变了，他怎么可能让白羽萌一个人去？那可是他表现的机会，谁说不想去了？他立刻改口，我只是觉得需要准备一下。既然你要去，我陪你。张强和李娜对视一眼，都有些犹豫。深处可不是闹着玩的，一阶中期的怪物，他们这些还没正式晋升的觉醒者，对付起来很吃力。一阶后期的更不用说，搞不好会死人。你们要是不想去，可以留在外围等我们。王浩看他们的表情，有些不耐烦。反正我和雨萌2个人就够了。这话说的好像他跟白羽萌已经是一对似的。白羽萌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张强咬了咬牙，去就去，富贵险中求。李娜也点头，对，跟着白羽萌应该不会出事。赵坤脸色发白，但队伍都去了，他一个人也不敢留，只能硬着头皮跟上。随后5人调转方向，向平原深处走去。训练场外监控室，10几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个队伍的情况，每块屏幕上都有一组数据，包括队员名单、当前神术感应值、斩杀怪物数量等。不过一般都处于隐蔽状态，直到训练中途才会显露1刻钟。李成明站在其中一块屏幕前，紧张地盯着上面的数字。他的班级有30多个学生进了训练场，他得随时关注，确保没人出事。李老师，你们班的白羽萌真厉害啊！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凑过来，语气酸溜溜的，67%的感应值，这才2个小时，估计下午就能突破1阶了。你们班今年可出大风头了。李成明笑了笑，孩子们争气，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沾光，可不是吗？眼镜老师继续酸 ，S 级天赋，90点神恩值，保送圣光神学院，前程似锦啊！你们班那个王浩也不差，42%的感应值，1级天赋，奥林匹斯神学院应该也能进。对了，眼镜老师话锋一转，你们班那个东方神系的学生叫陈凡是吧？他也进去了。李成明脸色微变，进去了，一个人。眼镜老师摇头，出声，李老师，不是我说你，你就不该让他进去。东方神系那条路早就死了，300年前就死透了，他现在走那条路跟找死有什么区别？李成明皱眉，他有公民权，训练场不能拒绝他。公民权是公民权，现实是现实。眼镜老师推了推眼镜，一个没有神恩体系支撑的人，连最基础的神术都用不了，进去能干嘛？给怪物送菜。我听说训练场里的怪物很多都是当年从东方抓来的，对东方神系的气息特别敏感。他进去，那些怪物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搞不好要出人命的。眼镜老师故意把人命2个字咬得很重。李成明脸色铁青，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提醒你。眼镜老师笑呵呵的，别光顾着高兴白羽萌的成绩，回头自己班里的学生死在训练场里，你这当老师的脸上也不好看不是？李成明刚要发作，监控室里突然响起一阵惊呼，卧槽，你们看那块屏幕，谁的感应值这么高，超过70%了？不是白羽萌，白羽萌才67%，是另一个人70%、72%还在涨，这他喵的是谁？闻言，李成明猛地回头看向惊呼声传来的方向，那块屏幕前围了一圈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屏幕上的数据正在疯狂跳动，姓名陈凡，所属神系东方，神术感应74%，斩杀数量67，当前状态存活陈凡，怎么是他？眼镜老师的笑容僵在脸上，李成明也愣住了，他使劲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看错，屏幕上清清楚楚写着陈凡，东方神系，神术感应74%，比白羽萌还高，这不可能！眼镜老师第一个叫出来，东方神系没有神恩体系，怎么可能有神术感应？是不是仪器出错了？监控室里的技术人员赶紧检查，但所有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没有异常，仪器没问题。技术人员确认，那就是他在作弊。眼镜老师斩钉截铁，一个没有神恩的废物，怎么可能？闭嘴！李成明冷冷打断他，你亲眼看见他作弊了，没有证据就别乱说。眼镜老师被噎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语气还是酸溜溜的，没准是什么没排查出来的错误。李老师，你不要高兴太早了。其他人也纷纷附和，都不认为这是真的。李成明没有理会，而是盯着屏幕，心脏砰砰跳，74%。陈凡这小子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训练场深处，陈凡不知道外面的监控室里已经炸了锅，他正在跟一只1阶中期的怪物缠斗。这是一只腐骨虎，体型比腐骨狼大了3倍，浑身骨刺如钢针，獠牙泛着寒光，它的速度、力量、防御都比外围的怪物强了不止一个档次。陈凡被打得很狼狈，木棍断了3根，对，3根。他杀到一半，木棍就碎了，只能在地上捡石头、捡骨头当武器。好在他从关羽那里得到的不是招式，示意有刀意在，拿什么都一样，哪怕是一根树枝，在他手里也能发挥出刀的威力。腐骨虎扑上来，利爪撕裂空气，陈凡侧身避开，手里握着一根捡来的怪物肋骨，狠狠刺向他的脖子。青光一闪，肋骨刺入腐骨虎的咽喉，黑色的血液喷涌，腐骨虎发出一声震天的嘶吼，疯狂挣扎，尾巴横扫，把陈凡抽飞出去。陈凡在地上翻滚了几圈，浑身剧痛，但咬着牙站起来。腐骨虎的挣扎越来越弱，最终轰然倒地，尸体分解，一缕白光飘出，没入陈凡眉心。斩杀腐骨虎，获得香火10缕，当前香火存量87柱。青龙偃月刀一掌握度，出阶15%。陈凡大口喘气，浑身是伤，但眼睛亮得吓人。87柱了，距离7天任务的底线又近了一步，而且刀一掌握度也涨到了15%。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对刀的理解更深了，但还不够。他看向更深处，那里的灰雾更浓，威压更强，隐约能看见一些巨大的黑影在游荡。1阶中期甚至1阶后期的怪物，杀了他们，香火长得更快。继续，陈凡捡起腐骨虎掉落的几根骨头，挑了一根最直的当武器，继续向深处走去。走了没多远，他突然停下脚步，前方灰雾中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怪物的，是人。陈凡握紧骨头，警惕地看着灰雾。几秒后，5个人影从雾中走出来，白羽萌走在最前面，白衣上沾了些灰尘，但气息平稳。王浩跟在他身后，脸色不太好看。他刚才对付一只腐骨雄时差点翻车，被白羽萌救了一次，面子上挂不住。张强、李娜、赵坤跟在最后，都有些疲惫。6个人在灰雾中相遇，同时愣住。陈凡、白羽萌率先开口，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惊讶。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更没想到陈凡居然还活着，而且看起来活得还不错。王浩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上下打量陈凡，
发现这小子虽然浑身是伤，衣服破了好几个口子，但眼神很亮，精气神比在外面时好了不少。你怎么进来的？王浩脱口而出。训练场不是不让你进吗？我进来了。陈凡懒得解释。王浩咬了咬牙，心里那股邪火又窜上来了。他本来以为陈凡会被拦在外面，到时候他就能在训练场里安心刷怪。等出去后，白羽萌已经把他忘了。没想到这废物居然跟进来了，而且还混到了深处。你一个人？白羽萌问。一个人。白羽萌沉默了2秒，突然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了。王浩第一个炸了：“羽萌，你疯了吧？他是东方神系的废物，跟我们一起只会拖后腿。”白羽萌没理他，看着陈凡，深处太危险了，一个人容易出事。谢谢，不用。陈凡拒绝得很干脆。白羽萌咬了咬嘴唇，还想说什么，陈凡已经转身走进了灰雾。他喵的，什么东西？王浩啐了一口。羽萌，你看他那副德行，好心当成驴肝肺，别管他了。白羽萌没说话，只是看着陈凡消失的方向，眼神复杂。王浩看在眼里，心里那把火烧得更旺了。喵的，他一定要找个机会把这废物彻底废了，断了白羽萌的念想。到时候这女人就是他的了。走吧。白羽萌收回目光，我们去另一边。队伍继续前进，但气氛明显变了。王浩脸色阴沉，一路上不说话。杀怪时下手特别狠，像是在发泄什么。张强和李娜对视一眼，都不敢出声。白羽萌走在最前面，表情平静，但眼底深处藏着一丝说不清的情绪。陈凡没有理会身后的队伍，继续向深处走。灰雾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10米。怪物的嘶吼声从4面8方传来，越来越密集。他握紧手里的骨头，眉心的刀意蠢蠢欲动。前方灰雾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黑影，比伏古虎还要大3倍，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扑面而来。陈凡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来吧。黑影从雾中走出，那是一条巨蟒，浑身覆盖着漆黑的鳞片，头顶长着一只独角，眼睛像2盏红灯。腐骨蟒精英等级1阶后期，说明吞噬大量香火后进化的精英怪物，体内香火含量极高。系统提示跳出来。陈凡看着那条巨蟒，心脏狂跳。1阶后期比他强了整整2个等级，但香火含量极高，杀了他能得多少香火？50缕、100缕。陈凡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拼了！腐骨蟒动了，不是扑，是碾压。巨大的蛇身在地面离出一道深沟，带着轰隆隆的巨响冲过来。那对红灯似的眼睛里满是暴虐和饥饿。陈凡没有后退，他握紧手里的骨头，运转眉心的青龙偃月刀意，青光从骨头上亮起，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亮。3寸、5寸、7寸，刀意凝实到极致，骨头表面甚至浮现出淡淡的纹路，像刀锋上的水波。来！腐骨蟒冲到面前，血盆大口张开，獠牙足有半米长，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陈凡侧身避开正面，骨头横扫，斩在蛇身侧面，当，像是砍在铁板上。巨大的反震力从骨头传到手心，虎口发麻，腐骨蟒吃痛，尾巴抽过来，速度太快，陈凡来不及躲，只能用骨头格挡。砰！整个人被抽飞出去，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撞上一块巨石才停下来，胸口闷痛，喉咙一甜，嘴角溢出鲜血。1阶后期果然不一样。陈凡撑着石头站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腐骨蟒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巨大的身躯再次碾压过来。这次他学聪明了，不是直接咬，而是用身体缠绕。蛇类最致命的攻击方式，绞杀。一旦被缠上，以腐骨蟒的力量，陈凡的骨头会在3秒内碎成渣。陈凡眼睛眯起，脑中飞速计算，正面硬刚打不过，速度也比不上，唯一的优势是刀意。青龙偃月刀意讲究的不是蛮力，是势，一刀即出，有去无回，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事需要蓄力。陈凡开始后退，不断后退，拉开距离。腐骨蟒追上来，蛇身在地面蜿蜒，速度极快，10米、8米、5米、3米，就是现在。陈凡猛地停住脚步，不退反进，整个人像一支离弦的箭冲向腐骨蟒，手里的骨头高高举起，上面的青光猛然暴涨，从7寸直接飙升到1尺。那不是普通的刀意，那是他将初阶刀意催发到极致后凝聚出的一缕刀钢。虽然只有1尺长，但锋利程度远超普通攻击。腐骨蟒感觉到了危险，想要躲避，但他的身体太长，惯性太大，根本来不及。陈凡冲到蛇头下方，骨头自上而下劈落，青光划出一道弧线，精准地斩在腐骨蟒的下颚，全身鳞片最薄弱的地方。咔嚓，鳞片碎裂，骨头深深嵌入蛇肉，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溅了陈凡一脸。腐骨蟒发出凄厉的嘶鸣，疯狂扭动身体，尾巴横扫，把陈凡再次抽飞。但这次陈凡死死握着骨头，没有松手，骨头在蛇肉里搅动，刀钢持续释放，从内部切割。腐骨蟒的挣扎越来越弱，最终巨大的蛇身轰然倒地，激起一片尘土，尸体开始分解，黑色的灰烬飘散。这一次飘出的不是一缕白光，而是一团拳头大小的光团，白得发亮，在空中盘旋了一圈，没入陈凡眉心。斩杀腐骨蟒精英，获得香火1.36缕，当前香火存量2.23柱。青龙偃月刀意掌握度初阶20%，检测到宿主战力突破，正在重新评估，评估完成。1阶觉醒者。陈凡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浑身疼得像散了架，衣服破得不成样子，身上至少多了7、8道伤口，但脑子里那个提示让他忍不住咧嘴笑了。1阶觉醒者，他成了。从测试到现在才过去不到1天，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觉醒仪式后能在3天内突破1阶的，已经算是优秀；2天内突破的是天才，1天内突破的，他想不出有谁。白羽萌那样的 S 级天赋，90点神恩值，今天也未必能突破。而他一个被所有人嘲笑的废物，做到了。刀意才20%就进入1阶了。陈凡闭上眼睛，感受着眉心的变化，那道青色的刀影比之前凝实了不少，虽然还是淡淡的，但散发的气息更加凛冽。按照系统给他的信息，西方神系的觉醒者需要神术感应达到100%才能突破1阶，而他只需要刀意掌握度达到20%就行了。这就是差距，不是实力的差距，是体系的差距。西方神系的路是借用，神恩值越高，能借用的神力越多，但永远是在借。东方神系的路是感悟，神明赐予的世道，你悟了就是你的。陈
陈凡现在对刀的理解已经比刚进训练场时深了不知道多少倍，20%的刀意对应的是100%的神术感应，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实力理论上相当于一个神术感应100%的西方觉醒者，但实际战斗力可能还要更强，因为神术是借来的，有上限有冷却，还要看神明的脸色，刀意是自己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怪不得西方神系要封杀东方神系。陈凡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伤得不轻，但还能走。他看了看四周，灰雾依然浓厚，远处还有怪物的嘶吼声，但他不打算继续了。进入一阶之后，再杀一阶初期的怪物，获得的感悟几乎为零。一阶中期的能给一点点，但也不多；一阶后期的倒是能给不少，但太危险了。刚才杀那条腹骨蟒已经是拼了老命，再来一条，他估计就得交代在这儿。先出去把伤养好，消化一下这次的收获。陈凡转身朝出口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灰雾深处，那里还有更强的怪物，2阶、3阶甚至更高，他们体内积累的香火肯定更多。等我再强一点，回来杀个痛快。陈凡收回目光，大步走向出口。另一边，白羽蒙的队伍也在奋战，他们已经深入了训练场的另一片区域。这里的怪物比外围强了不少，大多是一阶中期的水平。白羽蒙站在最前方，双手不断释放圣光神术、光剑、光盾、光之束缚，各种神术信手拈来，配合的天衣无缝。他的神术感应已经达到了96%，只差4%就能突破一阶。再来几只。白羽蒙咬牙，额头上渗出汗珠，连续高强度战斗了2个多小时，他的体力消耗很大，但那股突破的契机已经近在眼前。王浩跟在后面，脸色发白，他的神术感应才73%，距离突破还早，而且体力已经快撑不住了。奥林匹斯的雷霆神术虽然攻击力强，但消耗也大，他现在每放一个雷击，手臂都会发麻。张强和李娜更惨，神术感应刚过50%，已经累得快要虚脱。赵坤最弱，神术感应才32%，基本是靠队友带着走。白羽蒙，要不先休息一下？张强喘着气说，大家都快撑不住了。白羽蒙摇头，就差一点了，再坚持一下。他指向前面，那里有几只伏骨熊，一阶中期的，杀了他们应该就够了。王浩脸色一变，羽蒙，伏骨熊的攻击力很强，我们现在的状态，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一个人来。白羽蒙打断他，向前走去。王浩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想表现，但身体确实扛不住了，只能看着白羽蒙一个人走向那几只伏骨熊。3只伏骨熊，每只都比之前遇到的伏骨虎大1圈，浑身肌肉虬结，獠牙外翻。他们看到白羽蒙，立刻咆哮着冲过来。白羽蒙深吸一口气，双手在胸前交叉，掌心亮起刺目的白光，那是圣光神系的高级神术——圣光十字斩，需要极高的神术感应才能释放。他还没到一阶，按理说用不了，但白羽蒙的天赋太强了，90点的神恩值让他的神术感应远超同级。白光凝聚成十字形状，猛地斩出。第一只伏骨熊被击中，胸口炸开一个血洞，惨叫着倒地。第2只扑上来，白羽蒙侧身避开，又是一记十字斩。第3只从侧面偷袭，白羽蒙来不及转身，只能撑起光盾，砰！光盾碎裂，他被震退好几步。但第3只伏骨熊的攻势也被挡住。白羽蒙稳住身形，咬紧牙关，双手再次凝聚白光。这一次光芒比之前更亮，他感觉到了那道门槛正在松动。破！十字斩再次斩出，这次是双倍的威力。第2只、第3只伏骨熊同时被击中，倒地不起。3只伏骨熊的尸体开始分解，3团白光飘起，没入白羽蒙眉心。神术感应100%，突破成功，一阶觉醒者。白羽蒙的身体被一层圣洁的白光笼罩，温暖纯净，他能感觉到自己与圣光神系的连接更深了，能借用的神力更多了，能释放的神术也更多了。终于，白羽蒙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王浩等人跑过来，羽蒙，你突破了。王浩眼睛一亮，白羽蒙点头，太好了。王浩兴奋的脸都红了，你是今天第一个突破的吧？我就知道你肯定能做到。他伸出手想去拉白羽蒙的手，白羽蒙脸色一冷，后退一步，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去，那眼神的意思很明确，别碰我。王浩的手僵在半空，讪讪的收回来，我就是太高兴了。他干笑着解释，白羽蒙没理他，转身朝出口走去，走吧，该出去了。王浩看着他的背影，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阴冷。喵的，老子这么舔你，你连手都不让碰，等着，迟早让你跪在老子面前。训练场外，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最先出来的几支队伍都是实力较弱的，他们的神术感应大多只有30-40%，勉强及格的水平。才35%，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一阶啊？团体赛还有3天就开始了，最低标准是一阶觉醒者，我怕是赶不上了。别灰心，还有3天呢，努力应该能行。你懂什么？3天从35%冲到100%，做梦呢！学生们三三两两的讨论着，气氛有些沉闷。大多数人今天都没能突破，甚至神术感应都没长多少。训练场的怪物虽然能加深神术感应，但效果因人而异。天赋好的杀一只长好几格，天赋差的杀10只都未必长1格，这就是差距。出来了，白羽蒙的队伍出来了。有人喊了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石门。白羽蒙从漩涡中走出，白衣如雪，长发飘飘，虽然有些疲惫，但气质依然出众。紧跟其后的是王浩、张强、李娜、赵坤4人，都累得够呛。白羽蒙怎么样？突破了吗？一个老师迎上来问。白羽蒙点头，全场哗然，突破了，这才第1天啊 ！S 级天赋就是 S 级天赋，1天就突破1阶。我们班那些 C 级、D 级的，怕是1个星期都够呛。蓝城近30年来觉醒后第1天就突破的，好像只有他一个吧？没错，上一个还是30年前那个，叫什么来着？后来去了圣光神学院那个。老师们纷纷围上来祝贺白羽蒙同学，恭喜恭喜，第1天就突破1阶，前途无量啊！圣光神学院的保送名额看来是稳了。白羽蒙礼貌的点头致谢，表情平静，没有太多喜悦。王浩也不错，神术感应73%了。一个老师
师看向王浩，照这个速度，明天就能突破1阶。王浩勉强笑了笑，心里却不太舒服。73%算什么？白宇萌都100%了，他连人家脚后跟都够不着。张强58%，李娜57%，赵坤35%。老师继续报数，都不错，比大部分人都强。你们这支队伍完全有能力冲击全市前5。张强和李娜露出笑容，赵坤也松了口气。虽然他是队里最弱的，但35%也不算太丢人。李成明站在旁边，听着这些数据，心里很高兴。白宇萌的突破在他的意料之中，但王浩73%，张强58%，这些确实超出了预期。这支队伍团体赛应该能拿到不错的名次，但他心里还惦记着一个人，陈凡，那小子还没出来。李成明看向石门，有些担心。陈凡一个人进去的，没有队友，没有治疗，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虽然监控室显示他还活着，但谁知道在里面遇到了什么？李老师，你们班还有个学生没出来吧？一个老师凑过来，语气带着调侃，就是那个东方神系的。李成明点头，啧，一个人进去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那老师摇头，要我说，你当初就该拦着他，何必自找麻烦？李成明没接话，继续盯着石门。又过了10几分钟，石门漩涡一阵波动，陆续有人走出来，都是其他队伍的学生，神术感应大多在30、40之间。李成明的心越来越沉，陈凡该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就在这时，石门再次波动，一个人影从漩涡中走出，校服破破烂烂，浑身是伤，脸上还有黑色的血渍，但腰杆挺得笔直，眼神明亮，是陈凡。李成明眼睛一亮，快步迎上去，陈凡，你没事吧？陈凡摇摇头，没事。李老师，你这一身伤。李成明看着他破破烂烂的衣服，心疼的不行，皮外伤，不碍事。李成明松了口气，想问问他在里面的情况，但还没来得及开口，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哟，还活着呢。王浩走过来，上下打量陈凡，眼神里全是不屑。一个人进去能活着出来，也算你命大。陈凡没理他，王浩继续阴阳怪气，怎么样，东方大神，你的神术感应到多少了？10%还是5%？张强和李娜跟着笑起来。浩哥，你别这么说，人家好歹是东方神系的独苗，给点面子嘛。就是，说不定人家有20%呢。哈哈哈哈！白宇萌站在不远处，看着陈凡的狼狈样，嘴唇动了动。他想过去问问情况，但又觉得现在过去会让陈凡更难堪。王浩那几个人正盯着呢，他要是过去，他们肯定更来劲，所以他只是远远的看着，眼神复杂。行了行了，李成明皱眉，都少说2句。他转身对陈凡说：“走，先去登记一下数据，不管多少，好歹是个成绩。”陈凡点头，跟着李成明走向登记处。广场边上有一排登记台，每个学生出来后都要在这里登记神术感应值。登记台上有一块小型的测试杯，把手放上去就能显示数据。陈凡排在队伍后面，前面还有几个人在登记。张伟神术感应37%，李强神术感应29%，赵雪神术感应41%，一个个数据报出来，都在30、40之间。轮到陈凡了，王浩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站在旁边等着看热闹。张强、李娜、赵坤也在。白宇萌犹豫了一下，也走了过来。李成明站在陈凡身边，心里有些紧张。他虽然希望陈凡能有好成绩，但理智告诉他，一个东方神系的觉醒者能有个20、30%就不错了。哪怕先前的神术感应出了74%，李成明心里还是没底，万一是出错了呢？把手放上去吧。登记员是个年轻的女老师，看着陈凡的眼神有些怜悯，她显然也知道陈凡的事。陈凡把手按在测试杯上，杯面亮起微弱的青光，几秒后数字跳了出来，神术感应100%，等级1阶觉醒者。全场安静，死一般的安静，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那行数字，以为自己看错了。100%，怎么可能？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王浩，他的声音都变了调，这不可能。登记员也愣住了，他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看错，确实是100%，而且等级显示是1阶觉醒者。轰！广场上炸开了锅，卧槽！1阶觉醒者，他也突破了，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东方神系的吗？东方神系也能突破1阶，不是没有神恩体系吗？他喵的是不是在做梦？白宇猛猛地抬头，漂亮的眼睛里满是震惊，他看着陈凡的背影，嘴唇微微发抖。他今天拼尽全力，才在最后时刻突破1阶，而陈凡这个被所有人嘲笑的废物，这个他以为会永远停留在起跑线上的人，竟然也突破了，而且看时间，可能比他还要早。白宇懵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有震惊，有难以置信，还有一丝他不愿意承认的挫败感。作弊，他一定作弊了。王浩的声音最大，脸涨得通红，指着陈凡的鼻子骂：一个东方神系的废物，怎么可能突破1阶？这根本不符合常理，作弊！李成明皱眉：王浩，你说话要有证据。证据！王浩冷笑：李老师，你自己想想，东方神系没有神恩体系，连神术都用不了，他怎么突破的？肯定是他在训练场里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李成明脸色沉下来：王浩，注意你的言辞。我言辞怎么了？王浩越说越来劲，我说的都是实话。一个连神恩都没有的人，1天之内突破1阶，这不是作弊是什么？周围的学生也开始议论纷纷，说的有道理啊，东方神系怎么可能突破1阶？对啊，教科书上不是说了吗？东方神系300年前就消亡了，根本没有完整的修炼体系。那他这个100%是怎么来的？说不定真是作弊。几个老师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就是之前在监控室里阴阳怪气的那个，名叫周海。他推了推眼镜，语气严肃：李老师，我觉得王浩同学说的有道理，东方神系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确实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个学生有作弊的嫌疑。李成明脸色铁青：周老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周海摊手：我只是觉得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如果真是作弊，那不仅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平，也是对神权同盟规则的蔑视。对，取消他的资格。王浩趁机叫嚣：作弊者没资格参加团体赛，让他滚蛋！东方神系的废物，装什么装？王浩的几个狗腿子也跟着起哄。白雨萌终于忍不住了，他走上前，冷冷地看着王浩：够了！王浩一愣：雨萌，陈凡有没有作弊？不是你说了算的。白雨萌的声音很冷：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王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雨萌，你帮他说话。我不是帮他说话，我是说公道话。白雨萌平静地说：公约规定，任何觉醒者的成绩都受保护，未经调查不得随意质疑。你这样空口白牙的说人作弊，本身就是违规的。王浩的拳头握紧了，指节发白。白雨萌居然当众帮陈凡说话，还说什么公道话？狗屁的公道话！他就是在护着那个废物。王浩心里的嫉妒和愤怒几乎要溢出来，但他不敢对白雨萌发火，只能咬着牙把火气压下去。好，我不说。他冷笑：那就让训练场
场的人来查。话音刚落，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怎么回事？”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霍恩大步走过来，黑色神袍在风中猎猎作响，他的脸色不太好看。作为训练场负责人，他最讨厌的就是出乱子。总教官王浩像见了救星一样，眼睛都亮了。他3步并作2步跑到霍恩面前，语气恭敬的近乎谄媚：“总教官，我们发现有人在训练场里作弊。”霍恩皱眉：“作弊？对，肯定是作弊。”王浩指向陈凡：“就是这个叫陈凡的，东方神系的，他居然登记了一阶觉醒者的数据，这怎么可能？东方神系没有神恩体系，连神术都用不了，他怎么可能突破1阶？肯定是作弊。”霍恩看向陈凡，眼神变了。他记得这个小子早上在门口用公约条款压了他的人，不得不放他进去。当时他以为这小子进去就是送死，没想到不仅活着出来了，还登记了1阶觉醒者。1阶觉醒者，霍恩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信。他走到登记台前，看了一眼测试杯上的数据，100%，1阶觉醒者，数据清清楚楚，没有造假。但霍恩的脸色更沉了。东方神系1阶觉醒者，这不符合常理。300年来，共鸣到东方神系的人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那些人最多能获得一点微弱的感应，连最基础的神术都放不出来，更别说突破1阶了。小子，霍恩看向陈凡，你是怎么做到的？陈凡看着他，语气平淡：正常杀怪，正常突破，正常。霍恩冷笑：东方神系的修炼体系300年前就断了，你拿什么正常突破？那就是我的事了。陈凡不卑不亢：公约没有规定东方神系的觉醒者不能突破1阶。霍恩的脸色更难看了，这小子又在拿公约压他。总教官王浩在旁边添油加醋：我觉得应该好好查查他，说不定他在训练场里偷了什么禁物，或者用了什么违规手段。一个东方神系的废物，怎么可能比我们3大神系的人还强？霍恩看了王浩一眼，没说话，但他心里已经有了计较。这个叫陈凡的小子确实不对劲，东方神系的1阶觉醒者，300年来头一遭。如果真让他这么混过去，传出去，训练场的脸往哪搁？他这个总教官的脸往哪搁？查下这小子。霍恩做了决定，必须查清楚。他转向陈凡，眼神冷漠：小子，为了公平起见，我要对你进行现场检测。陈凡看着他，怎么检测？霍恩挥手，一个工作人员小跑着搬来一个东西，那是一尊人形的金属假人，高1.8米，通体银白色，表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假人的胸口有一个圆形的靶心，散发着淡淡的光芒。看到这个假人，周围的学生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是神恩测试假人，居然用它来测陈凡，而且还是最高配的那种。这东西不是用来检测 S 级天赋的吗？普通测试根本用不上这个。霍恩总教官这是要干嘛？用这种级别的假人来测一个东方神系的觉醒者？白羽蒙的脸色变了，他认识这种假人，这是神权同盟专门为检测高阶觉醒者制造的测试工具。普通的神恩测试杯只能测感应值，而这个假人可以测出真实的战斗力。最关键的是，这个假人的防御阈值很高，普通的1阶觉醒者全力攻击都未必能在上面留下痕迹，只有那些神恩值超过90的顶级天才才能打出让假人反应的攻击。霍恩拿出这个，摆明了是要刁难陈凡。总教官白羽蒙忍不住开口：这个假人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陈凡他才刚突破1阶，这个高阶。霍恩看了他一眼，既然他能突破1阶，那就应该有1阶的实力，用假人测试合情合理。王浩在旁边幸灾乐祸，他当然知道这个假人意味着什么，普通1阶觉醒者根本打不出反应，到时候陈凡全力一击，假人纹丝不动，那就坐实了作弊的嫌疑，到时候别说参加团体赛，连公民权都可能被收回。没错，就该用假人测。王浩兴奋的脸都红了，真金不怕火炼吗？东方大神，你不会不敢吧？陈凡看着那尊假人，面无表情。他走到假人面前，伸手摸了摸表面，冰凉坚硬，符文中蕴含着西方神系的力量，防御力确实很强。规则呢？陈凡问。很简单，霍恩说，全力攻击假人胸口的靶心，假人会根据你的攻击强度给出评分，60分以上算你通过，60分以下。他顿了顿，语气冰冷，那就说明你的实力与登记数据不符，涉嫌作弊。我会按照训练场的规定取消你的觉醒者资格，并上报神权同盟追究你的责任。全场安静，所有人都看着陈凡。60分对白羽蒙这样的 S 级天才来说可能不难，但对一个刚突破1阶的东方神系觉醒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成明脸色发白，总教官，这个标准太苛刻了。苛刻？霍恩冷笑，如果他真有实力，就不会觉得苛刻。怎么，你们大夏国有句话叫心虚是吧？王浩在旁边起哄，就是心虚了吧？作弊的人当然心虚。白羽蒙咬了咬嘴唇，看向陈凡，眼神里满是担忧。他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陈凡转过身，看向霍恩，总教官，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想问一句，问什么？如果我不止通过了，还打出了高分，你怎么办？霍恩一愣，随即冷笑，高分就凭你，你管我评不评？陈凡说，我问的是，如果我的成绩超过了你的预期，你怎么说？霍恩脸色阴沉下来，这小子居然敢跟他叫板。如果你能打出80分以上，霍恩一字一句，我当众向你道歉，承认我质疑错了。如果打不到呢，随你处置。陈凡说。霍恩盯着他看了3秒，缓缓点头，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陈凡转身面对假人，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眉心的青龙偃月刀意在这一刻疯狂运转，20%的掌握度全部释放。没有武器没关系，刀意在身，手掌就是刀。陈凡睁开眼，右手并指如刀向前挥出，动作很慢很轻，就像在关帝庙里练了无数遍的那一刀。但这一次青光亮了，不是1寸，不是1尺，而是整条手臂都被青光笼罩，那光芒凛冽霸道，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陈凡的手指展在假人的胸口，咔嚓，清脆的碎裂声，银白色的金属假人从胸口位置裂开一道缝，裂缝从胸口延伸到肩膀，又从肩膀蔓延到腹部，然后轰，假人炸开了，碎片四溅，符文的光芒瞬间熄灭，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呆住了，包括霍恩，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尊假人，那尊专门为 S 级天才准备的测试假人，碎了，被一个东方神系的废物一掌
劈碎了。陈凡收回手，转身看着霍恩总教官多少分？霍恩的喉咙动了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旁边的技术人员颤巍巍地报出数据：攻击强度98分，98分，比满分还差2分。但所有人都知道，假人最大的评分上限就是100，能把假人打碎，意味着陈凡的攻击力已经超过了假人的测量范围98分。只是因为假人只能显示到98，还没来得及显示更大的数字就被打碎了，真实的数值可能更高。白羽蒙捂住嘴巴，眼睛瞪得大大的。王浩的脸白得像纸，我没看错吧？假人碎了，这他喵的是什么怪物？98分，他打出了98分，不是98分，是假人只能显示到98分。他的真实攻击力已经超过假人的测量范围了。一个东方神系的觉醒者，攻击力超过 S 级天才的标准，这怎么可能？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忘了刚才还在质疑陈凡作弊，现在满脑子只剩一个念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浩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从震惊到难以置信，从难以置信到恐惧，从恐惧到扭曲。他的脸扭曲得像被人拧过的抹布。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这不可能，一定是假人坏了。对，一定是假人坏了。他猛地抬头，指着陈凡，声音间的破了音，假人坏了，肯定是假人坏了，他不可能打出这种分数。没人理他，所有人都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假人坏了，神权同盟制造的设备，你跟我说坏了，而且就算是坏了，也不可能恰好让一个东方神系的人打出98分吧？王浩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一个多么愚蠢的话，脸涨得通红，但嘴还硬着，反正我不信，东方神系不可能有这种实力。陈凡没看他，他盯着霍恩总教官，说话算话吗？霍恩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活了40多年，在神权同盟干了20多年，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刚才他信誓旦旦地说要查作弊，搬出 S 级测试假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要让陈凡原形毕露，结果呢？假人碎了98分，这个分数别说1阶觉醒者，就是2阶启灵者都未必打得出来。而他一个总教官，一个西方神系的中层官员，被一个18岁的东方神系学生当着几百号人的面狠狠扇了一巴掌。霍恩的拳头握紧了，指节发白，但他的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霍恩说话算话。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刚才是我质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2个字重得像1000块。周围的人都听出来了，这声道歉里没有半点诚意，全是恨意。但霍恩说了，当着几百人的面，他不得不说了。陈凡点点头，表情平静，接受。霍恩转身就走，脚步快得像在逃，他的背影都在发抖，不是怕，是怒，愤怒到发抖。一个东方神系的废物，居然让他当众道歉，这个仇他记下了。王浩看着霍恩离开的背影，脸上的表情更扭曲了，连总教官都道歉了，那他刚才那些话算什么？小丑吗？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挽回面子，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站在原地，脸一阵红一阵白。李成明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冲上去，一把抓住陈凡的肩膀，眼眶都红了。好小子，好小子！他用力拍着陈凡的肩膀，拍得砰砰响。我就知道你能行。陈凡被拍的肩膀疼，但没躲，他能感觉到李成明的激动是真心实意的。这个班主任从他在福利院的时候就一直照顾他，帮他申请助学金，给他补课，过年的时候还偷偷塞红包，虽然不多，但那份心意，陈凡一直记着。李老师，轻点，肩膀要碎了。陈凡龇牙，李成明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松手，不好意思的笑了，激动了。这时白羽蒙走了过来，他站在陈凡面前，漂亮的眼睛里有太多东西，震惊、疑惑、复杂，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你真的？他开口，声音有些涩。你真的突破了？陈凡看着他，你不是看到了吗？白羽蒙沉默了，他确实看到了，但他不敢相信，一个被他认为会永远停留在起点的人，1天之内就追上了他，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了他。伤得重不重？白羽蒙问，声音轻柔了些。陈凡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白羽蒙会问这个。皮外伤，不碍事。白羽蒙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药剂，递过去。这是圣光教堂的治疗药剂，涂在伤口上能加快愈合。陈凡看着那瓶药剂，没有接，不用了，拿着吧。白羽蒙把药剂塞到他手里，你身上的伤不少，不及时处理会感染的。陈凡握着那瓶药剂，心里涌起一股暖意。虽然白羽蒙选择了圣光，虽然他们之间的路越走越远，但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姑娘，确实还是关心他的。在所有人都嘲笑他、看不起他的时候，他至少还愿意递一瓶药。谢谢。陈凡说。白羽蒙摇摇头，转身走开了。王浩站在旁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白羽蒙给陈凡递药的那个画面，像一把刀，狠狠扎进他心里。他追了白羽蒙那么久，别说递药了，连个好脸色都没得过几次。而这个废物什么都没做，就让白羽蒙主动关心，凭什么？王浩的指甲陷进肉里，疼得他龇牙，但心里的火更旺。他想骂，想闹，想冲上去揍陈凡一顿，但他不敢。刚才那一掌劈碎假人的画面还在他脑子里转。他打得过陈凡吗？打不过，所以他只能忍。走。王浩转身对张强他们说。张强和李娜对视一眼，都没说话，默默跟上。赵坤走在最后，回头看了陈凡一眼，眼神复杂。他也想像王浩那样恨陈凡，但恨不起来，因为他知道陈凡能做到的事，他这辈子都做不到。人群渐渐散了，陈凡在登记处签了字，确认了成绩。登记员看他的眼神，从一开始的怜悯变成了敬畏。那个陈凡同学，你的数据我已经登记好了。他小心翼翼地说。1阶觉醒者，攻击强度98分，这个成绩我会特别标注的。不用特别标注。陈凡说，正常登记就行。登记员愣了一下，然后点头。他明白了，这个人不需要特殊待遇，因为他本身就是特殊。陈凡走出训练场，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班级群，群里已经炸了。刚才训练场的事传得比风还快。卧槽！陈凡打碎了测试假人，真的假的？真的，我亲眼看到的，98分，那假人直接碎了。东方神系这么猛的吗？不是说没有神恩体系吗？谁知道呢？反正从今天开始，谁再说陈凡是废物，我跟谁急？别急，说不定是运气呢。运气？你运气一个给我看看。陈凡看着这些消息，没什么表情。他知道这些人现在夸他，只是因为看到了他的成绩。如果明天他输了，他们会立刻翻脸，比谁都狠。人性就是这样。他关掉群聊，又喝了一口水，手机响了，是李老师发来的私聊。陈凡，今天的事我会跟学校汇报，你的成
成绩完全符合团体赛参赛标准，我帮你报名了。谢谢李老师。谢什么？我是你老师，应该的。对了，你还没队伍吧？要不要我帮你联系几个同学？不用了，我自己想办法。那行吧。对了，团体赛的赛制我发群里了，你看一下。还有一件事，隔壁蓝城二中明天要来我们学校交流，带队的是个雅典娜赐福的高手，神恩值86，他们的队伍很强，据说有机会冲进全市前10，甚至前5。知道了。陈凡关掉手机，站起身。团体赛的事不急，现在最重要的是另一件事。他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得去关帝庙。老城区春风街关帝庙还是老样子，破破烂烂的，门匾掉了一半，墙上的拆字被雨水冲得模糊了，但推开门进去，感觉不一样了。神台上的关公像，那双石雕的眼睛好像亮了一些，不是错觉。陈凡站在神像前，闭上眼睛，意识沉入脑海。香火系统当前状态：激活，绑定神明，武圣关羽，苏醒度3%，香火存量2.23柱，信徒数量1，只有您自己。神职：东方神系守卫人间行走。临时的任务：维持香火7日不断绝，剩余时间5天11小时，2.23柱香火。按照系统给的信息，1柱香火等于1000缕香火，他现在有2230缕，维持关圣帝君7日不散，每天只需要消耗大约200缕左右，7天就是1400缕。剩下的香火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比如加深与关羽的连接，比如提升刀艺掌握度，比如唤醒更多东方神明，但那些都是以后的事。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第一个任务。陈凡从口袋里掏出3根线香，他今天特意在小卖部买的，比上次的贵一点，1块钱1根，点燃，插在香炉里，烟雾袅袅升起。他跪在神像前，恭敬的3叩首。关圣帝君在上，晚辈陈凡今日在训练场斩杀妖鬼，收集香火，为帝君续命。今日前来，一是祭祀，二是请帝君查验7日任务是否已经完成。烟雾飘到神像面前，盘旋了一圈，然后没入神像眉心。沉默几秒后，神像的眼睛亮了起来，不是上次那种一闪而过的微光，而是持续的光芒。虽然还是很淡，但比之前稳定了许多。关羽的神念虚影从神像中浮现，这一次他的轮廓比上次清晰了一些，身上的铠甲不再那么模糊，青龙偃月刀上的裂纹也少了几道。好，关羽开口，声音依然红中大吕，但少了几分疲惫，多了几分欣慰。637年来，你是第一个为我续上香火的人。2天时间，2柱香火，远超无之预期。陈凡俯身，帝君过奖，不是过奖，是实话。关羽的虚影微微点头。7日任务你已提前完成，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临时人间行走。任务完成，维持香火7日不断绝。评价：提前5天完成，超额收集香火2.23柱，奖励发放中。神职升级：东方神系守卫人间行走，临时的提升至正式东方神系人间行走，获得新能力香火感应，可感知方圆10里内的香火残留与东方神系遗迹，获得新能力神像通灵，可在任意东方神系神像前与关羽进行意念交流，每日1次，每次不超过5分钟。关羽苏醒度提升，原有3%，目前8%。香火系统新增功能：香火转化，可将香火转化为自身修为，加速刀艺领悟。陈凡闭上眼睛，感受着新获得的能力香火感应，这个能力太实用了。方圆10里内的香火残留和东方神系遗迹全都在他的感知范围内，这意味着他可以找到更多像关帝庙这样的地方，收集更多香火，唤醒更多神明。神像通灵，每天能和关羽交流5分钟，这比什么都重要。关羽是活了上千年的武圣，他的经验和见识是任何教科书都比不了的。5分钟虽然短，但只要问对问题就足够了。香火转化这个功能最核心，把香火变成自己的力量。之前他只能靠杀怪来提升刀艺，效率虽然不低，但太危险了。现在有了香火转化，他可以用香火直接加速刀艺领悟。2柱香火够他提升不少了。帝君，陈凡抬头，我想问一个问题：西方神系的300年前降临，封杀我东方神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关羽沉默了一会儿。香火，香火。对，关羽的虚影微微晃动。香火是神明的命脉，全球80亿人口，每日产生的香火是天文数字。西方3大神系虽然强大，但他们的信徒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亚洲、非洲、南美这些地方的信仰基础薄弱。为了扩大香火来源，他们必须占领新的市场。而大夏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火市场。谁能占领大夏，谁就能获得无尽的香火。陈凡懂了，14亿人的香火，每天都是海量的资源。西方神系不是为了传播信仰，是为了抢香火。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摧毁东方神系的所有痕迹？陈凡追问。如果彻底抹去，大夏人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信他们。关羽摇头，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东方神系与这片土地绑定。关羽说，神像可以被摧毁，庙宇可以被推平，经文可以被烧毁，但香火，他顿了顿，香火是人心所化，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记得我们，还有人愿意为我们上一炷香，香火就不会彻底断绝。西方神系可以截断香火通道，可以镇压我们的神格，但他们无法抹去14亿人血脉深处的记忆，那些记忆是文明的根，根不断，我们就不会死。陈凡沉默了很久，我明白了。他站起身，帝君，我会继续收集香火，唤醒更多东方神明，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关羽看着他，丹凤眼里闪过一丝欣慰。去吧，记住，东方神系的复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香火要一点一点积累，信徒要一个一个争取，路很长，但你再走，这就够了。虚影消散，陈凡对着神像深深一揖，然后转身离开。第2天，蓝城一中，陈凡刚走到校门口，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校门外的停车场上停着2辆黑色的大巴车，车身侧面印着蓝城第2中学的字样。2中的来了。陈凡走进校门，操场边上围了一大群人。他走近一看，操场上站着2支队伍，一边是蓝城一中的学生，以王浩为首，张强、李娜、赵坤都在；另一边是10几个穿着黑色校服的人，胸口绣着蓝城2中的校徽，为首
手的男生，身高1米8几，五官端正，但眼神里带着一股傲气。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兜，下巴微微扬起，看人的时候眼睛往下瞥，那种眼神不是看不起某个人，而是看不起所有人。那就是二中的队长陈凡。问旁边一个同学，那同学扭头一看是他，眼睛顿时瞪大。陈凡，卧槽，你来了！那同学激动的声音都变了。你昨天打碎假人的事，全校都传疯了。别说这个，那边怎么回事？那同学回过神，赶紧解释，二中的今天来交流，一上来就点名要挑战白羽萌的队伍，但白羽萌今天请假没来，王浩他们就上了，结果呢，输了，输得挺惨的。陈凡看向操场，王浩的衣服上有几个脚印，脸上还有一道擦伤，明显是被揍过。张强和李娜也好不到哪去，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也皱巴巴的。赵坤最惨，一瘸一拐的，估计腿上挨了一下。就这，二中的队长林浩然开口了，声音懒洋洋的，蓝城一中就这水平。他看向王浩，嘴角带着笑，你们那个 S 级天才呢？白羽萌是吧？怎么不敢来？王浩脸色铁青，但说不出话。他刚才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对方的神术太强了，每一招都压着他打。他的雷霆神术还没放出来，对方的智慧神术就已经到了，差距太大了。S 级天才，林浩然笑了，就这，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结果连面都不敢露。他身后的人也跟着笑，队长别这么说嘛，人家可能是怕了。就是 S 级天才嘛，金贵得很，怎么能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动手？哈哈哈哈！周围一中的学生都气得不行，但没人敢反驳，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王浩输了，输得很惨，而白羽萌确实没来。话说回来，林浩然扫视一圈，你们一中还有没有像样的人了？总不能就这一个 A 级的吧？团体赛快开始了，你们要是就这点实力，到时候遇到我们，还是趁早投降算了。王浩的拳头握紧了，牙齿咬得咯吱响。他输了，输得很难看，但他不甘心。白羽萌不在，他成了队里最强的，却被打成这样，回去怎么交代？而且他看了一眼操场边上的人群，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陈凡站在人群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边。王浩的眼睛眯了起来，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成型，他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所有人都听到。谁说我们一中没有像样的人了？林浩然挑了挑眉，还有高手，当然有。王浩转过头看向陈凡的方向，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所有人都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陈凡站在人群里，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林浩然看了一眼，笑了，他是谁？怎么没听说过？王浩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阴恻恻的笑容。他叫陈凡，我们学校的大神。你们别看他不起眼，他昨天在训练场一拳打碎了 S 级测试假人，打出了98分的高分，这实力比白羽萌都强。你们要是有本事，就跟他打一场。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愣住了，谁都能听出来，王浩这是在捧杀，表面上是夸陈凡厉害，实际上是想把陈凡推到前面去挡枪。二中的人输了最好，赢了也不关他的事。而且如果陈凡也被打趴下了，他心里就平衡了。凭什么他一个人丢脸？要丢脸，大家一起丢。操场上安静了2秒，然后议论声嗡嗡的响起来。王浩这是什么意思？把陈凡推出去？他是不是被打了之后脑子不好使了？陈凡再厉害也是一个人，对面可是5个人。王浩这是想让陈凡替他挡枪吧？真够恶心的，但也说不定。陈凡昨天确实打碎了假人，98分啊，那可是 S 级的标准。打碎假人是一回事，实战是另一回事。对面5个人配合默契，陈凡一个人怎么打？就是王浩这手太阴了，不少人用鄙夷的眼神看着王浩，但他们不敢说太重的话。王浩家里有钱有势，得罪不起，也有一些巴结王浩的人跟着起哄。对啊，陈凡可是我们学校隐藏的大神，让陈凡上，他一个人就能打5个。东方神系，天下无敌。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但语气里全是阴阳怪气。王浩的几个狗腿子最来劲，声音一个比一个大。陈凡上啊，给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你不是打碎了假人吗？打人还不简单？别怂啊，给我们一中争口气。陈凡站在人群里，面无表情，他看着王浩，眼神很平静，但王浩被这个眼神看得心里发毛，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他想起昨天陈凡一掌劈碎假人的画面，后背一阵发凉。我就是实话实说。王浩硬着头皮说，你确实有实力，让他们见识见识吗？陈凡没理他，收回目光。这时林浩然开口了，他上下打量着陈凡，眼神里带着好奇和轻蔑。陈凡，没听说过，你觉醒了哪路神明？陈凡看了他一眼，东方神系，武圣关羽。操场上安静了1秒，然后呼哈哈哈哈，林浩然身后的人全笑了。东方神系，我没听错吧？关羽，那不是历史书上的东西吗？哈哈哈哈！蓝城一中没人了，派一个东方神系的出来。东方神系300年前就死透了，现在还有人信这个？林浩然的嘴角也翘起来了，他看着陈凡，像看一个笑话。东方神系，你确定？确定？陈凡说。林浩然摇了摇头，笑了。蓝城一中是不是真的没人了？ S 级天才不敢来，A 级的被打趴下，现在居然推一个东方神系的出来，你们学校的人都是废物吗？这话太难听了。周围一中的学生都气得脸色发白，但没人能反驳，因为确实他们推不出更强的人了。白羽萌不在，王浩输了，其他人更不行，唯一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陈凡，但他是个东方神系的，谁信他能赢？王浩的脸色也很难看。林浩然骂一中是废物，连带着把他一起骂了，但他忍了，因为他更想看陈凡出丑。陈凡，你听到了吧？王浩阴阳怪气地说，人家都骂我们学校是废物，你还不上去教训教训他们？你可是打碎了假人的人，对付他们几个不是手到擒来，上去吧，让他们见识见识东方神系的厉害。他说的天花乱坠，但谁都能听出来这是在捧杀，把陈凡捧得越高，摔得越惨。陈凡转头看了王浩一眼，就一眼，王浩的笑容僵在脸上，那眼神很冷，像刀一样。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掐住了一样，一个字都发不出来。他想起昨天陈凡劈碎假人的画面，后背的冷汗又冒出来了。林浩然的注意力一直在陈凡身上，他注意到陈凡的表情，没有紧张，没有害怕，甚至没有愤怒，平静的像一潭死水。这种平静让他有点不舒服。一般来说，
说，面对他的人，要么紧张，要么害怕，要么装出不服气的样子。但陈凡什么都没有，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喂，东方神系的林浩然开口了，语气里带着不耐烦。你到底打不打？不打就直说，别浪费时间，我们还要去找白羽萌呢，没空跟你在这儿耗。他身后的人又笑了，队长别这么说，人家好歹是个觉醒者呢。觉醒者，东方神系的觉醒者，那能叫觉醒者吗？哈哈哈哈！陈凡看着他们，终于开口了，你们想怎么打？林浩然的眼睛亮了一下，哟，还真敢打。他伸出3根手指，3秒，3秒之内我让你趴下，你想怎么比都行，单挑也好，车轮战也好，随便你。他嘴角翘起来，眼神里全是自信。怎么样，敢不敢？陈凡看着他，然后看向他身后那4个人，5个人一起上吧。陈凡说。操场安静了，林浩然的笑容僵在脸上。什么？我说。陈凡的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们5个人一起上，我改时间。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5个人一起上，对面可是5个觉醒者啊，而且林浩然的神恩值是86，其他4个也都在60、70以上，这是全市前10级别的队伍。陈凡一个人要打5个，他疯了吧？一个人打5个，这不是找死吗？虽然陈凡昨天打碎了假人，但实战和测试是2回事啊。5个人配合起来，别说1阶觉醒者，就是2阶启灵者都要掂量掂量。陈凡这是膨胀了吧？王浩也愣住了，他本来是想让陈凡上去挨一顿打，丢个人，没想到陈凡直接说要打5个，这已经不是丢人了，这是送死啊！但转念一想，如果陈凡真的被打趴下了，那他的丑就不算什么了，大家都会盯着陈凡的惨状。谁还记得他输了？王浩的嘴角微微上翘，林浩然的脸色彻底黑了，他的眼睛眯起来，盯着陈凡，像一头被挑衅的狼。你确定？陈凡看着他，没说话，那眼神的意思很明确，我说过了，你们一起上。好。林浩然点头，声音冷得像冰。很好。他转身看向自己的4个队友，听到了吗？这位大神要一个打我们5个。4个队员对视一眼，都笑了，那笑容里有愤怒，有不屑，还有一丝残忍。队长，既然他找死，那就成全他呗。就是，让他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一个东方神系的废物，装什么装？5个人散开，呈扇形朝陈凡围过来。林浩然站在最前面，双手已经亮起淡金色的光芒，那是雅典娜赐福的智慧神术。战术预判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判断力，是近战类神术中最顶级的辅助能力。我再问你一次。林浩然盯着陈凡，你确定？陈凡看着他，开口了，你废话真多。林浩然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行。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低沉，今天我就在这里废了你，断绝你参加团体赛的资格，也断绝你参加神考的资格。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废了，这不是普通的切磋，这是要下死手。在觉醒者的圈子里，废了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打断4肢，震碎丹田，让人彻底失去觉醒者的能力，比杀人还狠。因为杀人只是一死，废了是生不如死。而且按照觉醒者公约，这种交流切磋中造成的伤害，只要不致死，基本不会追究，因为谁也没法证明对方是故意的。林浩然这也太狠了吧！没办法，谁让陈凡这么嚣张，一个人打5个，换谁都得发火。但废了也太过分了，过分，他自己找的。王浩站在人群里，心脏砰砰跳。废了！林浩然说要废了陈凡，太好了，他差点没忍住喊出声。只要陈凡被废了，白羽萌就会彻底死心，到时候他王浩的机会就来了。他舔了舔嘴唇，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操场，来吧，赶紧的，让这个废物彻底完蛋。操场上5个人已经摆好了阵型，林浩然居中，2个近战型觉醒者在左右，2个远程型觉醒者在后方，标准的5人战斗阵型，进可攻，退可守，配合默契，显然不是第一次用。上！林浩然低喝一声，5个人同时动了，左右两边的近战者先冲上来，一个用的是阿瑞斯战神的狂暴神术，浑身肌肉暴涨，拳头裹着红光砸向陈凡面门；另一个用的是赫怀斯托斯锻造神术，双臂覆盖着一层金属光泽，像2把铁锤。后方2个远程者也开始蓄力，掌心亮起光芒，一个是阿波罗的太阳神术，一个是阿尔特弥斯的狩猎神术。林浩然站在中间，双手的金光越来越亮，他在等机会，等陈凡露出破绽。5个人，5个方向，5种神术同时攻击，换了任何一个普通的1阶觉醒者，这一波都扛不住。可惜陈凡不是普通的觉醒者，他看着冲过来的2个人，没有后退，甚至没有动。就在拳头和铁臂即将砸到他身上的瞬间，陈凡动了。